去意大利旅行到底可以去到几个国家？看到封面的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在这块亚平宁半岛上到底有几个主权实体。首先来看第一个，那不用说就是意大利。意大利是很多人到欧洲游玩的首选地，因为有古罗马还有文艺复兴的遗迹，其他还有意大利菜、足球、帅哥美女、跑车等等。意大利的经济在欧洲不算靠前，但也算能将就，排在德法之后。最发达的区域是在北边的米兰都市区，所以其实就旅行来说，米兰相对会有一点无聊，南边反而可玩的地方会比较多。现在去意大利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人爆多。不管是罗马还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热门城市都一样，如果是夏季或者再加上春秋两季，会再加一个暴晒。意大利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之前咱们一些视频也提到过，什么古罗马广场、斗兽场、百花大教堂都可以去看。意大利最常被人调侃的就是拖后腿，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确实看它的地形，三边都是海，每天晒晒太阳，帅哥美女又多，看看球，战斗力确实是没啥战斗力。你看他们生产的产品，比方说汽车，没有什么中高端的品牌，要么就是顶级的跑车，要么就是相对低端的汽车，跟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现在这个统一的意大利其实历史并不长，意大利长期是南北分裂，或者说内部有更多的小国，所以北部有一部分地区是说德语的，南部往那不勒斯或者西西里那一带的民风又不一样。总的来说，意大利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热门的城市旅行都很成熟。不过要注意防盗，这个不是我说的，意大利人也会提醒。你看这些标志，意大利的这个扒手防范意识还是挺足的，我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你看这里也有，就是各种警告标识。这什么？哦，注意扒手。这个上面还是他写了一下，双肩包要往前背。意大利我想大家都能猜得到，接下来的这一个也容易，因为也非常知名，就在罗马城内的梵蒂冈，标准一点应该叫梵蒂冈。这个教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现在不管是教堂还是博物馆，去的话都要排大队。你看这阵仗，整个广场都几乎要用来排队了，所以登顶的话要早一点去。拍照最好还是出国拍，不然你这个顶都拍不全。梵蒂冈的居民多数都是神职人员，1000人不到，总共加起来的话也有几千人。守护教廷的瑞士禁卫队着装依旧非常醒目。梵蒂冈的居民如果失去了梵蒂冈国籍，而且没有加入其他国籍的话，那么自动会取得意大利国籍。因为整个国家跟宗教绑定，所以虽然非常小，但也足够用。而且它在罗马城内还有很多房产，据说它里面那个不对外开放的档案馆有很多秘密文件，记录着历史上的各种事件，说是还有和外星人的秘密，当然这个真假咱们就不知道了。之前我们有讲过世界上最富的几个小国，但是因为梵蒂冈它的财务状况咱们不清楚，所以具体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光这个经历过很多位大师设计建造的教堂，再加上它那个博物馆，应该说几乎里面每一件作品都价值连城。因为实在太小了，所以梵蒂冈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是如果就面积来说，还有一个直接没有面积，是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国家？那这回你就看到了，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是0，但是有办公地点，也在罗马。你看，这是罗马著名的西班牙阶梯，在这个漂亮的巴洛克广场前面有一栋房子，看到没有？挂着这个旗帜，这栋楼就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办公地点。一般来说，这个马耳他骑士团被看作一个主权实体，至于算不算国家会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它除了国土面积没有，
其他该有的都有，也被100多个国家承认。在1994年的时候，已经是联合国的观察员。这就是它的旗帜和徽章。马耳他骑士团的全名叫耶路撒冷罗德岛以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名字比较长，一般就叫它马耳他骑士团。翻它历史的话，也是大有来头。它是中世纪3大骑士团之一，其他2个是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而这个马耳他骑士团也被称为医院骑士团。这个骑士团的信息可以从它的全称上获得，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既然叫医院骑士团，那它肯定跟医疗有关。它最初的创立就是为了保护基督教在耶路撒冷的医疗设施，包括保护病人、朝圣者以及被占领领土的军事任务。在后来的战争当中，耶路撒冷被占领，医院骑士团就跟其他人一起撤到了塞浦路斯，在这里建立医院和舰队，期待反攻。但是后来他们又跟塞浦路斯国王发生了分歧，那么这个地方不待也罢，于是他们就占领了罗德岛，在罗德岛上进行发展，也就是他们全称上的第2个地理位置。看来他们是真的挺喜欢这个岛，也生活了很久。但是到后来东罗马帝国被灭了，医院骑士团就直接面对了奥斯曼帝国。虽然骑士团战斗力很猛，但是终究抵不过一个大帝国，于是骑士团又开始流亡。几经周转，最后经过谈判，算是正式落脚马耳他。之后的时间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总体还算是在这里开心的建设和生活。就这样过了2个多世纪，拿破仑来了。本来呢，拿破仑也不想费太大功夫，让军队的船只到岛上去补给一下，但是这个大团长不同意，在我的地盘你只能一艘一艘来。那拿破仑觉得这不就是浪费时间吗？那就直接打呗。几个小时之后战斗就结束了，后续又经过各种谈判什么的，最终这个医院骑士团再次流亡。后来是得到了俄罗斯皇帝的庇护，骑士团才得以继续存在。在1806年的时候，当时的瑞典政府向骑士团提出说要把他们的哥特兰岛主权交给骑士团，但是骑士团拒绝了，是不是那个地方太冷，他们不习惯？后来在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明确了骑士团回不到马耳他岛上了，于是医院骑士团又辗转了好多地方，最终在1834年迁到了罗马，毕竟教会也在那儿嘛，并租下了罗马孔多地大街68号的这一栋建筑，就是之前讲的西班牙阶梯前面的那一栋楼，并叫做马耳他宫。他们还租了另外一个地方，在罗马阿文提山的一栋别墅，从这栋别墅的钥匙孔可以拍到圣彼得大教堂的顶，但是据说排队要排1-2个小时。可能是历史上一直在颠沛流离，所以后来的大团长也觉得小团体还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去参与那些有的没的。既然祖传好几代都是医疗事务，那就把这方面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现在的骑士团主要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协助国际人道主义关系。在全球有大量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捐款，这也绰绰有余。因为正式公民只有3个官员，他也有自己的货币、邮票、车牌，但是主要用途还是纪念品为主。他的全称既然是一个军事团体，那么军事这一个大团长希望是保留的，给骑士一个面子。那没有军队怎么办？就请意大利军队帮忙一下。每当有活动的时候，意大利军人把衣服换掉，或者放一面旗帜，也算是一个传承。意大利跟马耳他骑士团也有相关条约，意大利承认马耳他骑士团的主权地位，有什么需要就托管给意大利，毕竟是房东嘛。应该说马耳他骑士团在历史进程中跌跌撞撞，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得以安稳发展。而接下去我们看的这一个定位一直很准，那就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圣马力诺共和国。在意大利的东北部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叫做里米尼，它的前面就是亚得里亚海，前方就是亚得里亚海，所以以前海盗也非常猖獗，经常在这个城市里面搞破坏。那么城墙要经常的修缮。那来自亚得里亚海对面的拉布岛，现在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岛屿，以前这一片都是古罗马的。在拉布岛上的一位石匠叫圣马力诺，他就过来帮忙修建里米尼的城墙。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正在对基督徒进行一定的迫害，所以这个圣马力诺就跑到了旁边的一座山上，叫蒂塔诺山，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社区。那一天是公元301年的9月3号，所以9月3号这个日子也被定为了圣马力诺的国庆日。那么这个圣马力诺就在这个山上安静的过日子，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里米尼当地一位富人的，后来他就把这个山捐赠给了基督教社区。那为了纪念这位创始人，所以这块地方就被称为圣马力诺。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领土加入到圣马力诺，反正这个地方也是山，也与世无争。领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是在1463年，当时因为教皇许诺领土的原因，
圣马力诺跟里米尼之间有一些冲突，于是就打了起来，被称为圣马力诺战争。规模的话，你可以理解成2个村的械斗，最终是圣马力诺战胜了里米尼。后来经过教皇批准，圣马力诺获得了一大块土地，之后领土就没有变过，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圣马力诺历史上，短暂的也被占领过几次，但后来都撤了。因为你想，他能找到这个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找不到。本来又偏又在山上，所以花钱花精力长时间占领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比较大的威胁就是在1797年拿破仑进攻圣马力诺的时候，而当时的圣马力诺领导人安东尼奥·奥若弗里非常有智慧，端茶送水，又礼貌又尊敬。圣马力诺就是这么个情况，完全不是什么威胁。拿破仑觉得这个朋友可以处，于是他就承诺要保护圣马力诺的独立，甚至拿破仑提出从这里到海边的这块土地都归你，直接靠海。而这个奥洛弗里对这个建议就礼貌地拒绝了，他说圣马力诺就是小国寡民，非常感谢，但是咱也不需要也不敢要，太大了，这个小山头挺好的。拿破仑当然也就笑笑，那就行吧。后来历史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因为在拿破仑倒台维也纳会议上算账的时候，圣马力诺因为这个举动没有被划为法国的盟友。那你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他后来也没有并到意大利呢？这跟接下来的事情有关。在19世纪，意大利开始出现统一运动，有些人也因为统一运动而遭到迫害，于是他们就躲到了圣马力诺，其中就包括了意大利统一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朱塞佩·加里波蒂。意大利统一之后，相当于圣马力诺是为意大利统一运动做出贡献的。圣马力诺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独立，也没什么野心，就想要一个清静的地方。加里波蒂当然同意这个请求，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并且意大利每年还会对圣马力诺进行一定的补助。圣马力诺继续以农业为主。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圣马力诺继续中立。国际局势中不中立是要看实力跟地理位置的。显然圣马力诺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想自己的小弟不帮自己，如果对方阵营在你这里建立一个什么通讯基地，那这不贼往家里引吗？圣马力诺说，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那意大利就让圣马力诺表示，于是圣马力诺就派了2组志愿者，一组在前线，一组在后勤。这么做，奥匈帝国就跟圣马力诺断交了。不过一战之后，奥匈帝国也被打散了，对圣马力诺倒是也没什么影响。接下来就是更猛的2战，圣马力诺继续保持中立，但是架不住假消息满天飞。在194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篇圣马力诺追随意大利向英国宣战的消息。圣马力诺政府马上联系英国政府，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一上来就宣布中立，并没有对你宣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向意大利宣战，圣马力诺马上联系美国政府，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跟意大利是2个地方。不过圣马力诺后来还是被英国空军炸了，理由是盟军觉得圣马力诺已经被德军占领。德军确实占领了圣马力诺，不过是在距这次轰炸几个月之后，并爆发了圣马力诺战役。战争结束之后，圣马力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7.32亿里拉的赔偿。你看炸都炸了，占领也占领了，给点赔偿不过分吧？英国政府直接拒绝，理由是你让德军占领的时候已经不中立了。最后英国政府给了差不多3200万里拉的补偿。2战之后，圣马力诺还是跟着意大利一起来发展，由原先比较单一的落后的农业，逐渐引入银行业、电子业、陶瓷业，农业也进行了升级，同时也大力发展旅游业。圣马力诺的经济跟意大利保持的相对比较紧密，并且签订了很多协议。意大利所垄断的商品，圣马力诺是不能生产的，圣马力诺也不能种植烟草，所有进口商品必须要经过意大利。它不是欧盟，但是使用欧元，但必须使用意大利铸币厂的货币，不能自己印货币。以前它用里拉，跟意大利的里拉挂钩，但现在跟邮票一样，基本是作为一个纪念品。在外交上，圣马力诺追随意大利。从人均的收入来说，圣马力诺是发达国家水平，而且物价并不便宜。不过去那里就是爬山看城堡，更多的是一种打卡一个新的小国的新鲜感。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意大利咱就不说了，来说说被他包围的几个小国。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富裕小国，他们都在几个国家的交界处。今天的这几个就是被意大利包围，而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挺清晰，在国际环境中也不会有太多出格的言论，几乎都置身事外。梵蒂冈就是宗教事务，马耳他骑士团跟着2个大哥，一个是老领导，另外一个是房东，自己做好分管的医疗事业就可以了。而圣马力诺
本身自己就什么都不想管，欢迎大家来旅游，不过都得从意大利那里过。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和建议，问意大利就行，少了很多烦恼。去趟意大利，仔细算算，倒还是能打卡挺多国家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